好，孟晚舟回到中国大陆2年哦，也在昨天这个时间，华为有一个盛大的发布会。那同一时间，其实也在美国的纽约时代广场啊，有大陆的网民说自己出资啊，在时代广场这边来播放这个孟晚舟回国的画面，就是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要跟美国叫板一下，你这个让加拿大抓起了孟晚舟，但是现在华为是强势回归，然后这个洗尽风华，甚至在影片当中哦，有讲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英文版啊，还有遥遥领先这些字句哦，就是要跟这个美国雷蒙多也好，或者是说跟这个美国政府也好宣示一下。那昨天当然大家聚焦的是说，华为这一场发布会啊，这个代言人刘德华的现身哦，那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画面。我是一个认真工作的普通人，40几年来到今天，因为你们的陪伴，我没有停下对非凡的追求。无论像华为这样的公司，还有我钦佩的这些非凡大师，我们都讲述同一个故事，不是天生非凡，而是敢于非凡。时代是需要我们的，需要这样的先行者去突破、去改变、去创造。对，所以其实找刘德华来作为代言人哦，很多人讲说啊，这个华为真的很高招，因为同样有个华字啊，双华联手哦。那当然，刘德华其实在两岸三地也都算是一个非常这个零负评，然后大家讲到他都是竖起大拇指说，非常的谦虚，所以形象非常的优良哦。那这一次替华为这样子一个强势回归担任代言人，人家说这个刘德华也替华为加了非常多分哦。那他还讲到说过去自己的一些经历哦，就是来致敬这一个时代的非凡大师。那我们看这次的新品发表会哦，也有大概7、8样的这个新产品哦，很多人都说哇，已经可以展现出来，其实是一个这个华为科技力的一个展现哦，包含了像是这一只黄金手表，甚至在网络上面大家说要加价8万块人民币来抢哦，大家都可能抢不太到。那 Mate 60的话，现在更是难买，大家都要排队，甚至是 Pad 啊这些产品，很多人都想说要全套这个蒸汽机系列才能够展现出来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华为力挺华为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哦。那我们看看华为甚至还有这个Model S 的这个劲敌这个智界 S7哦。我们看这个余承东讲说，这个问界M9 12月会发布，将是1000万以内最好的 SUV 哦，甚至这个接二连三的这个相关产品，好像都是瞄准这个 Tesla 而来。所以华为不光是在这个手机的领域里面展现出这个新的一个跃进之外，其实在这个智能车也是展现出来一个企图心。那我们看看习近平有提到说，现在要提升供应链的韧性哦，因为他知道美国现在又想要来掐着这个供应链哦，然后甚至来解决接下来中国大陆的一些就业问题，跟着华为一起哦，展现出来中国不被打倒的一个韧性哦。那华为也预告了鸿蒙的系统 Next 将要发布，是不是也代表着纯鸿蒙的时代开启了呢？余承东提到说，1个多月前发布了鸿蒙 4.0 哦，现在目前已经大概有6000万用户哦，每天增加120万的用户，所以增加的量非常的惊人。那这个系统呢，是华为他自己全线自研，剔除了 Linux 还有这 Android 的这个代码哦，所以是纯鸿蒙的时代即将开启。未来华为所有的这样的产品哦，通通都会以鸿蒙的系统作为他们的一个主要的核心哦，不再会是说被这个 Google 掐着脖子那种感受。那任正非也提到。这个预估在美国扩大制裁之下，华为可能还是会有一段苦日子要过，但是现在因为致力于自主开发的鸿蒙跟欧拉基础之上，所以呢要来建立这个非美系的这个替代性的生态系统。那我们看看这个美国的制裁啊，看起来人家讲说这个麒麟9000S 被广泛的运用在一系列的新品上头，也可以证明说他们其实有高度的信心哦，就是不一定比西方预测要
来的差，因为他们觉得说，我们自己也可以展现出来我们的晶片这个迭代更新的速度哦，不见得这个美国掐得住它的脖子啊。那我们看中国大陆的外交部讲，现在美国其实从2009年开始哦，就入侵华为的总部伺服器，而且持续的展开监控。他说这是长期打压华为以及中国大陆的高科技产业哦。那汪文斌提到说，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来打压中企，但是你没有找到证据啊，所以暴露出来你美国在正常竞争当中你是无法领先的时候，你就用一些不公平的手段来阻碍中国企业的发展。那更不用说这次的亚运哦，人家看到说感觉上面就是亚运跟华为这个绑定在一起，不愧是蒸汽机啊。他们说这个连央视哦都在这个亚洲时刻上面指定这个 Mate 60作为这个指定手机，然后也登上了这个央视的一些相关的画面哦，也等于说央视挺华为的一个展现啦。那他说也无疑是这个国内市场的一个重要胜利，因为央视直接跟华为选择站在一块。华为也提到了说，这个2024年将要迎来5G。A 时代哦，那什么叫5G 时代呢？他说，现在目前杭州已经完成了这个5G 第一程走向5G 的第一程哦，因为接下来首个5G 的裸视 3D 的业务，以及这个全球首个5G 的精品路线都要陆续来展现。那我们看这个华为中国区的无线首席专家，他讲说，这是一个2024直接要变成5G 哦，就不是我们听到的5G 而已。他说这是一个通往6G 的必经之路，所以大家很期待这个接下来这个5G 是什么样的一个展现，可能在亚运当中还会有更多的一个应用来说，可以看到它怎么样在应用在方方面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介老师怎么看。其实华为现在它很清楚讲，它现在已经从所谓全方位的这个全面这个云端化走向全面智能化。那这次9月25这一次发布会啊，事实上它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一次孟晚舟啊回到中国大陆2周年纪念，这个9月25就证明啊华为在美国这个国家的一个国家对一个私人公司打压下，他已经华丽转身啊，走出他一条康庄大道。对，而且这一次的这个9月25整个产品这个拓展会，我认为他讲的是所谓的非凡大师。非凡大师，我觉得他就是往这个高阶精品的路线发展。也就是说，所谓的智能化产品它也有一般性质的，也有中阶的，还有高阶的。这次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走的都是高阶产品。比如说，它这个这次推出的产品有手机，可是手机是华为最高端的，它是这个就是Porsche 的，就是说这个中文叫什么 ？Porsche 是保时捷这个系列，所以这只手机卖到差不多4万块台币了。那基本上就是手机里面的顶级品。那另外一方面，它也推出智慧屏，智慧屏基本上98寸，98寸也是这个就是说平面电视里面顶级了。那所以就是说这一次再加上这个手表，手表的话售价也差不多在8、9万台币这个光景，在就是说电子手表里面也是顶尖级的产品，所以他提出这个非凡大师这个概念，其实就是把华为的产品的区隔从一般的产品、一般价位到中价位到顶级的价位，所以它等于是全方位的市场涵盖。从市场角度上，市场是有区隔的。那所以我觉得华为基本上它的整个的产品策略上现在可以说也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涵盖面，就跟现在是所谓的全智能化。那整个来讲的话，全智能化，它现在华为除了这个软体方面，硬体的载具方面也非常的齐全了。从这个甚至包括汽车的智能座舱也是一个载体。好，来请教赖老师。当然，发布会里面请刘德华是很适当的因为有些人就开始造句了，刘德华为在刘德华嘛，所以就刘德华为在，后面还有一句
就气死美国佬。哦，这样子、啊，这是我编的。哦，这个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中国华为它本身破茧而出了，被美国用政治利益、用国家安全的理由打压，但事实上因为不存在任何安全的隐患，所以就找不到任何安全的证据，因为它不存在，所以很明显的是美国莫须有的理由，然后就是要用政治力，然后用这个想尽办法把华为打趴。3年过了，苦日子熬过来了，那么走出来了。走出来，我觉得这次的发布会啊，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此时无机胜有机啊，也就是说都没有谈到手机，但是却处处都是华为手机。你看它这次推出来的是一系列的这些跟手机都可以产生互动、互联、互网的所有的周边产品，例如说包括智能的汽车，智能汽车跟手机其实也有关系，平板电脑甚至我们家里面的电视，它都完全智能化了，穿戴式的手表。而且我觉得这一次为什么一定要一直强调这个非凡？为什么要用非凡 design 的这个概念，而不再用 Porsche design 这个概念？就是因为过去是跟 Porsche 保时捷设计他们有关，但是中国自己走自主创新的道路。所以走出一个非凡创新、非凡设计，这也就是为什么刘德华他要再出来说，我是一个平凡人，我经过努力，但是我们可以有非凡的作为，我们有非凡的理想、非凡的贡献、非凡的表现。其实这代表什么呢？我刚开始中国例如说华为可以向你西方欧美来学习你的设计。但是我们要超越你，这叫做青出于蓝胜于蓝嘛。我本身我教书，我当然希望我的学生超越我，因为这样的话我们一代比一代好，我们的人类的知识才会一直往上走。华为是学生，他现在变成老师，他超越他的老师，所以他开始走入自己的非凡设计。那因此主力已经不再是 Porsche design 了，它是他们自己的非凡设计。我觉得这一次华为铺出来的目的在哪里？因为中国大陆的消费者钱很多，但是不出来消费。你看这一次刺激多少人出来消费，一消费经济就开动。接着我知道的就是小米马上就接棒，把大家的钱袋子掏出来吧。这个时候中国的经济当然就更往上走了嘛。好，将军，这个东西我们把赖教授的那个创造了倒过来，气走雷蒙多，留得华在。这个华为在，我觉得华为今天的成就就是被压出来。当你一个人面对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一定要想办法突破。而华为成功的点突破点不是说跟着你屁股后面走，他宁可花很大的重金呢，全世界搜罗顶尖的数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那这些人弄来了以后，他将近上万人的研发单位，那其实都是在打手机一端吗？它不止，因为手机是要高阶晶片的，要不要7奈米以下，对不对？那7奈米以上的广泛的应用的范围还是很大，所以你看那个汽车，智能汽车不需要3奈米、2奈米，对不对？5奈米以上都可以用了嘛。所以它这个突破变成是一个全面性的。第二个，它把销售的这个层次也做一个区隔。什么叫非凡呢？是精品的。你想想看，电子表向来不值钱，机械表要卖很贵，结果它现在卖到的价钱跟机械表差不多。第二个，他做的汽车跟你 Porsche 的售价差不多。换句话说，这个有钱人有个毛病，喜欢追时髦，你知道吧？你像我们女孩子也一样，我穿衣服绝对不跟人家撞衫，宁可花几十万、上百万去弄一套。那是有钱的女明星的大官老婆都是这样搞嘛，对不对？男生就是嘛，炫耀汽车，炫耀手表，这个是一般社会大众最容易做的嘛。大陆有钱人并不少啊，对不对？你这一关突破，华为第一桶金就应该是很丰富了。
那有了高技术再做次产品容易啊，对不对？我把这个高精密度的这个科技转化为低科技的东西，那更容易嘛。所以刚刚讲嘛，这个华为打了第一枪的车子，比亚迪打完以后，小米就跟那个小米啊什么其他的这个厂牌的车子也跟着出来嘛。这就是打开今天中国大陆经济内缩的一个困境。大陆老百姓很有钱啊，都存在银行不敢花。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中美的竞争哦。那拜登在主持太平洋岛国峰会的时候，又口误了，把4000万讲成了400万。我们来听一下。Today, I'm pleased to announce we're working with Congress to invest $40 billion in our Pacific Islands Infrastructure Initiative. We call it the PI anyways. It doesn't matter what we call it, but that's what it is. 对，有口误已经变日常了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啊，反正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实施投资400亿美元哦，结果，这个4000万又少了一个零啊。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现在拜登宣布说要派海巡这个舰艇哦，要提供太平洋岛国训练哦。美国的官员就讲说，北京在这个区域独断作为影响，所以美方哦才要战略上持续来关注这个太平洋这个地区哦。那可是你看看所罗门的总理就不给面子啊，就不出席这个太平洋峰会，还在联大就是大夸中国大陆哦。在22号的时候他就说，跟北京的合作大赞，他说更少限制，而且回应更积极啊，符合国家需求，所以看起来他不太想甩美国啊。那另外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中美的热线哦，从军事哦，现在还要延伸到太空嘛？因为这个NASA 这边哦，他们讲说这个太空舱已经执行完7年的任务，现在史上最大的小行星样本已经送回了地球。那这个国际太空站也即将要退役哦，100吨的巨物现在要怎么样坠落？现在也是让大家很苦恼。所以中美都在太空当中啊，都是有一些未来的布局。那所以美国当然感受到说，这个太空军哦，是不是应该要跟中国这边设置热线？不光是军事上面热线啊，太空也需要有热线哦。那我们看这个萨斯曼讲法说，美方讨论是至少开启沟通管道，以确保如果出现危机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该怎么样联系哦。这将由拜登或是国务院领导这一类的话题。那中美之间这个太空军建立直接的沟通管道，他说对于缓解局势非常的重要。但是呢，看起来目前还没有任何的进展哦，就是美国跟中方尚未建立这样的任何的管道。那因为他们讲说，这未来的威胁就是来自中国大陆，所以他们很积极的想要赶快有一些沟通的热线。那另外我们看到这个 C919 哦，也获得了第一笔海外的订单哦，是汶莱的这个奇迹航空，他们现在要采购15架这个相关的这个 C919 的飞机哦，签署了30架的这个意向书，所以大概总金额是20亿美元。那也是 C919 第一笔的这个海外的订单呐。那对比这样子，这个戴奇又不高兴了，他就说，年底前现在对华的301的关税审核，甚至呢，他们现在要以这个国家安全风险为由，又来了，要有28个实体加入制裁的清单。那我们看看这下面，美国对于中国的一些企业哦，他们现在又列了9月25号，拜登对11家大陆的企业，还有5家的俄罗斯企业哦，实施新的贸易制裁，然后其中有一些是因为这个俄乌的这个问题哦，提供了无人机的零部件，所以要开始列入到这相关的制裁贸易黑名单当中。好，首先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您刚刚提到的4000万到400亿，不是就少一个零，是少3个零啊，这差很多啊。是4000万啊，4000万美元要给扣掉澳大利亚跟纽西兰，因为他们不需要分这个钱嘛。要给16个国家来分，一个国家才分300多万了。这个美国也不要那么抠吧，你也太抠门了。你要不就是寒酸，要不就是抠门。你拿这个一个国家分不到300万，就算300多万好了。你一个国家分300万，你觉得
那些国家会看到这个钱，你把我们当乞丐吗？对啊，这个就是越南阮明正去年的时候在华盛顿，他说你拜登拿出1.5亿给10个国家来分，每一个国家都还分1500万。阮明正还说你把我当乞丐啊？那这些国家每一个国家才分300万，那你不是把我当乞丐中的乞丐？我觉得拜登你是美国美国大国不应该把自己做得这么小啊！难怪所罗门的总理连去都不去，蔡英文给帛琉的钱都不止这个钱嘛。蔡英文出来说说话，你给帛琉到底多少钱啊？我觉得这个不应该这样。现在的国际太空站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了，老了旧了，它撑不住了。本来在今年的时候，它就应该要回收了。但是由于美国跟俄罗斯等这些国家，他们没有能力再打造新的太空站，所以新的太空站到今天为止，他们还没有能力来推动这个计划。那他们眼看着中国太空站成功了，在空间已经组装了，而且已经开始在做运作了，做科学研究跟调查了，都已经一直在运转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不得不把它延寿，可是延到现在，一般估计可能撑不到2年，所以最迟2025年他们一定要回收。那目前是选在一个太平洋最深的地方，想办法把它丢到那个地方。那当然，在它坠落的过程中，经过燃烧还剩下的，然后就落在这个太平洋里面，用海底来回收它啊。这是目前，可是问题就在于，对美国人来说的话，他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一旦这个太空站回收以后，全世界人类只剩下唯一的太空站，就是中国的太空站。所以中国在那个地方进行各种科学研究，对于美国人来讲的话，它等于会拖掉未来10年左右，美国可能没有办法再进行任何太空的研究。这个对于太空在做种子、太空生物、太空化学、太空力学等等微重力的这些，甚至材料学这个部分，美国都会落后。美国现在着急了，美国着急了以后，本来美国要求欧盟它的盟国都不准参与中国的太空站的计划，也就是说不能够跟中国合作。那我们也看到俄罗斯更不会理他，阿根廷他们也都加入了，巴基斯坦都加入了，现在欧盟个别国家也偷偷的就来加入。现在中国大陆、现在只讲美国，中国把它排除在外。我觉得这一位太空司令，他是想方设法要跟大陆的军方建立沟通的管道，但是我觉得永远都是有读不回，也就是谁理你啊？所以我在想，他目前着急也是在于没有人理他。好，来问将军，这个太空实验呢，太空的竞争是不能停的了。你没有太空站，你很多地面上做不出什么效果来。第二个，这个回收回收美国的科技就比较苏联要差一点，苏联可以在地面接收，地面接收你就要有避震的引进，还有降落伞，还有预算你这个轨道在哪里下来。对，那美国在太平洋里面丢下来，难道对深海没有污染吗？因为这个太空上面感染的辐射物品也不少，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还有这块海域的安全性。还有，你既然说是有小行星样本抵送地球，那你回收的技术应该是在水面上还能够被拦截到取出来，要不然变成碎片也没有办法。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我倒是蛮同情美国的，说只能给400亿，因为他政府下个礼拜可能就发不出钱来。对啊，你也看出来没有？4000万，4000万呢？4000万，这个他政府下个礼拜搞不好就发不出心想。10月1号，因为政府要关门了，对不对？这个东西要关门了，所以他现在国会议员如果在乌克兰的军费上杀不到一点成果的话，你政府这个不要想能够发薪水，这很糗哎，就跟 Jimmy Carter 那个时候搞过一次，那个时候我在美国，美国军官骂翻了，他们叫他什么很难听的那个 peanuts， 发音不标准的话就是另外一个意思。所以这样啊，现在美国这个2个候选人这样搞下去，美国老百姓
非常失望啊。就是说，选共和党那个也不称职，选这个拜登能不能混到86岁还不知道。所以这个问题啊，美国现在在全世界的威信，因为你的财力不足，军事实力也不能够独霸于全球，它的威望正在崩解。所以，像这么小的这个所罗门总理都敢出来呛声的话，这是以前你几十年来想不到的事情了，对不对？而且在美国最南边被欺负的最惨的是墨西哥啊，墨西哥也公开呛美了。你看墨西哥，我觉得他蛮可怜。Texas 那么大一片土地是墨西哥的，被活活抢走了。那还有好莱坞电影把它拍成阿拉莫英雄，事实上是强盗土匪，就跟今天以色列用屯垦区去霸占巴勒斯坦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强权没有什么公理可言了。那现在就是说被你欺负那么多年的开始反弹，所以我讲美国的霸权正在崩解中。从这几个迹象都看得出来嘛，给钱给不出来，军力保护不了，对不对？那经济又制裁，搞得每一家都是穷困，这个账算起来，现在难怪有很多小国家忆苦思甜的，都出来了，忆苦思甜。他不是讲非洲那些被你美国欺负的嘛？好，谢老师。这个中国商飞它这个919，它是属于中程的哈，中航程大概4000到5000公里的一个航程的啊。那这个飞机啊，它去年啊，还今年才刚刚这个进行商飞啊。对，应该是今年吧，真的进行商飞。东方航空。对，我记得成都，我跟那个飞机有点远。对，因为他在上海机场试飞的时候，第一次商飞的时候啊。我正好飞机也在上海机场，那时候我要去，应该是要去四川还是去哪里？对，所以那个机长还特别跟我们那个这个乘客讲说啊，那个就是 C919第一次做商业飞行，所以这么快时间他就打入国际市场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你看就是而且是这个文莱，而且是20亿美金啊，这相当大一个订单。那这个订单当然还包括另外一型，就 ARJ21。那 ARJ21事实上这个飞机也是中国商飞，它是比较短程的，它在航程是大概2200到3700中间这个航程的，它是比较载体的哈。那它是2016才正式服役的，所以到现在不到10年，大概8年时间，它也扩大市场。不过对 ARJ21这一款的话，它事实上在这个2年前，印尼的有一个叫凌雅航空公司啊，就已经买了 ARJ21。所以呢，商飞的国际市场现在是打开，而且对 C919这一款这个比如中型的中距离的这个宽体的这个客机啊，这是非常快的打入国际市场。我本来预估它不会这么快，因为你要得到这些国家的适航证，那美国跟欧盟是最难拿的。那可是问题，像文莱，他的民航局认为是适航，他就可以买了，就可以在这个文莱跟东南亚这些区域就可以。尤其 ARJ21，事实上过去我知道他在东南亚地区很多东南亚的航空公司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国际事务专家赖元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大时间文集，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退役中将帅化明，各位大家好。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国庆现在空中预演哦，有这样的一个消息说，解放军大批的机舰在上午的时候、清晨的时候啊，闯过了中线，然后到了这个西南空域哦。国防部是讲说，从凌晨5点开始哦，陆续侦获了包含了解放军的歼10、歼16、苏凯30，还有运9这些这个各型的这种战机哦，出海的活动。那
部分是有超过了中线，以及延伸到了这个西南空域。那吴钊燮的讲法呢，这2天他讲说，没有啊，2027不会爆发台海的战争啊，解放军并没有为侵台做准备哦。他说，根据我方整体的观察，中国方面现在目前没有大规模侵台进行准备哦，所以台海战争没有迫在眉睫啦。他讲法感觉让大家觉得好像他是国防部长哦，他不是外交部长哦。因为我们来看看真正的国防部长哦，邱国正讲法，他说解放军的敌情异常持续哦，国军不避战也不求战。所以让大家觉得，我们到底该听谁的呀？该听这个吴钊燮的，还是该听邱国正的啊？到底我们国防部长是谁呢？民众应该相信谁呢？那蔡赖是不是应该要告诉大家，这国安会议应该要给大家一些正确的资讯吧，让我们知道到底是危急还是并非迫在眉睫哦。就是吴钊燮的话已经让大家打上一个问号了。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哦，现在我们的潜舰国造黄曙光的讲法是说，目标2025要完成3艘，2027要达成4艘，然后任务呢是要部署在台湾的东南哦，台湾的东南，部署在这个地方，台湾的东南，好，那部署在这边，还有东部的海域，部署在这边，还有北部呢，日本跟与那国岛的海域部署在这几个地方。然后呢，我们的作用是什么呢？要截断解放军穿过第一岛链，所以我们是在这边，我们是负责守第一岛链的。奇怪了。我们是要帮美国守第一岛链的吗？我们的这个潜舰哦，原来用意是要让这个解放军不可以进入太平洋，那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哦。现在美国的国防部的兵推哦，他告诉我们说，太平洋的冲突哦，美国可能会被解放军给击败耶，所以我们自己是不是想得很理想，就说我们可以阻断在第一岛链哦，我们不让这个解放军穿过第一岛链。那但是呢，解放军这1-2天有一个消息是这个歼轰26这个影轰真机露面了。根据推测呢，这个歼轰26主要的任务是携带高超音速的反舰导弹，对美国的航母可以进行相关的攻击哦。它还带这个压抑无垂尾，然后可以携带这样的一个高超音速导弹，所以很厉害。它的这个等于说它的现役的隐身飞机是歼20，主要是负责空战的任务，那不具备对于地面的一个攻击能力，但是这个歼轰20完全是另外一个等级哦，那甚至还有一个头衔叫做第2岛链大杀器。这就尴尬了呀！我们说要把人家守在第一岛链，人家第2岛链都突破了，我们还觉得说我们这个3艘潜舰可以把人家守在第一岛链哦，所以这就是我们等一下来请教将军看看。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现在美日真的有心要保住台湾嘛？现在美国的上将提议说，向太平洋战区来运送战车，这是美国的军事网站权威战士。他说，台海一旦有事的话，需要一支很大规模的这个美日韩联合的陆军来保卫台湾哦。那这个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福林上将，他讲说，太平洋地区的美军战车跟装甲能力因为受限于地形中展开行动是有绝对必要的。那连帛琉现在都讲说，我们也要来吓阻中国大陆哦。我们也要来部署这个爱国者飞弹这是日经新闻的消息就说现在帛琉也要跟菲律宾扩大合作，来遏止说台湾有事的发生。那今天当然大家聚焦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日本的新防长他视察这个石垣岛，就说如果台湾有事的话，这个8师团会出动干嘛呢？撤退那大家不要漏看后面2个字是撤退就我悄悄的来，正如我悄悄的离开不是说台湾有事8军团就要出兵要帮忙打仗，不是他要撤侨，他可能要撤退的动作才是他们主要的。那我们来看，这其实呢，这个之前也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坂本雄一他之前担任这个八师团的时候呢，才担任8天就坠机失踪，而且当天呢还说有艘解放军的勤搜船在冲绳本岛跟宫古岛之间航行所以那时候就在那边想说，有一些阴谋论出现。结果呢，日本的防卫省倒是很罕见的出来回应说，这个事故跟解放军其实没有关系他们澄清这样的谣言，就说解放军的航行时间跟事故发生时间明显不同所以看起来好像这个8师团我们想象中跟它实际上的一些这个撤退的这个作用好像这个预期不太相同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帅将军。，所谓这个吴钊燮讲话，
他具有国防专业吗？没有。那这个事情应该是邱国正讲的嘛？邱国正也讲得很清楚，大陆已经内部有异动，远火部队有异动。对，邱国正从来没有讲一句目前没有进犯的可能，或者所以这个东西啊，你要听外行讲呢，还是听内行讲？所以这个问题啊，中国大陆现在我不是一再讲，它非常多的军事演习都是为作战准备嘛，没事哪一个跑到这边来耗油、耗人、耗时呢？对不对？他当然是有目的的嘛。第二个，美国的讲话你也是要反过来听嘛，他讲的都是啊，要协防台湾，要这个，甚至于还有讲那个很荒谬的说。陆军的装甲车跟部队要部署在台湾来做一个决战，你怎么过来？你什么时候来？怎样来？我们看不到任何结果嘛。到目前为止，美国所有的军演只有跟日本、跟韩国有军演，跟台湾的军队有没有过一次军演？没有，没有。他说训练你的部队你自己打，弹药库给你送到台湾来你自己打，都是你自己打。而且再看美国的兵力部署，跟他的讲话刚好相反。我们看他的兵力部署是往后退嘛。第一岛链的部队往关岛撤，第二个现在又在部署帛琉，帛琉是第3岛链所以他的战力是往后部署，对，前面是放火力留一些零零散散的火，就我们上次讲过，他的陆战滨海团20-30个人在一个荒岛，部署点雷达，部署一点这个战斧飞弹，做火力制海，兵力走了，所以这个问题啊，看政客讲话。外交官讲话，那刚好在说反话，因为美国说不能放弃台湾嘛，他不现在台湾这个旗子还很好用，还要准备用很多年呢，他也不希望你死掉，也不希望你马上爆发战争，但是呢，他要巩固台湾的人心，所以讲这些话跟吴钊燮的是一样的嘛。那吴钊燮的讲话能比邱国正的讲话可靠吗？各位大家想一想嘛。现在问题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大陆的军演这么频繁，台湾的麻痹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对，这个麻痹不是说无视战争的危险，是一般99%的普罗大众，我无奈啊，我也跑不掉，我也躲不掉，政府也拿不出一个有效的手段，也不拿出一个和谈的准备，还在那里积极备战，对不对？那备战也看不到扎扎实实的备战。刚刚你讲那个潜舰，对。当年我在军中也主张要潜舰，因为我们的水面舰很难存活嘛，在人家的导弹，在人家空军的攻击之下，很快就可能被歼灭，所以潜舰呢还可以有一点反击的力量。潜舰当初我们也没有把它说运用在台湾海峡里面，因为海峡水很浅，不适合，除了澎湖水道那边可以摆一点潜舰。那个时候我们潜舰是南北部署是干嘛呢？怕北方舰队跟东海舰队从北面下来，我们在宫古水道那边还可以做一点伏击作战，或者在美国的潜舰趴窝，美国潜舰会潜伏在宜兰外海跟这个兰屿外海那边，它有猎杀型的潜舰，可以跟它在它的掩护之下或可一战。那南边呢，就在这个宫古水道这边呢，也是怕中国大陆从下面出来的一个包抄做一个猎杀行动，但是这2个部署，根据我们现在潜舰的性能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起码知道，你潜舰的技术也落后中国大陆的潜舰，所以打起来能不能胜算，我们不可预言，但是在整个保卫台湾的这个大想定上，决胜的是在空军跟导弹。至于那些人说，哎，没看到中国大陆的陆军部队集结，我很早在这个电视台讲过，未来的战争是跨海作战，不像以前诺曼底登陆那个飞机、火炮、炸弹是掩护登陆部队在滩头的作战，是登陆跟陆海空作战是同时的。现在是分开的，它飞空中导弹打个3-4天以后清除了，它的舰队才来。那么有这3-4天的时间，陆军的集结也很快，它可以大陆东南沿海就可以上它的大型的登陆舟舰嘛。所以这个作战的形态不一样，我们还不要根据以前固有的一个想法去想这个战争。好，来请教介老师。这个
吴钊燮已经多次越过他自己职务的界限他造成国际社会的这种混淆。到底你对两岸关系的研判到底是如何？你外交部长一直做跟国防部长完全不同的这种研判做出完全相反的研判，这个你会让国际社会他最后就不相信你政府讲的任何的研判。对你自己同一个政府同一件事情做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研判。这个政府就应该就是内部出现了问题对，也就是一人一把调，各吹各的号，对不对？到时候要打仗的时候，外交部长不要跑哪里去了，对不对？然后呢，没打仗的时候，外交部长就把国防部长的工作抢来做，他自己工作也没做好断了那么多交，也不下台。对，另外一个方面，他老是抢别人工作，表示他自己事情没什么事做吧？对。那说实话的话，那他应该叫邱国正分一半薪水给他，不过邱国正不知道愿不愿意就是了。这就表示这个政府如此之混乱，尤其国防外交这个是如手之两臂你不可能一个讲一个唱这个一个唱那个调，这个对于整个我们的友邦来讲也会觉得说很困惑，然后就怀疑你这个能够跟人家合作的程度到哪里？这个是很混乱的一个政府那我是觉得如果不是上面受益的话，我觉得蔡英文应该叫吴钊燮闭嘴啦，不要在这边胡说八道了，真的丢人丢到国际上去了。那这个我觉得黄曙光讲这个搞了半天造潜艇是要防守第一岛链，我老天我们台湾防守都有问题了，你去搞第一岛链把这个弄下来。而且你现在好像3艘，2025年3艘，没有错。今天是不是？今天是已经快2024后天嘛？是不是后天他要下水典礼了？对。那到底是在那个到怎么下水是不是只是封？不能立即作战，还早得很。还早得很。因为以前传出来是封壳，对吧？好像在路上紧急下水典礼。那到底如何？我们28号再看不过这一艘潜舰，当然我们也是乐观其成。不过你要把它的战力讲出来，对，因为你现在已经到21世纪20年代了那你如果你这个性能如果是落后太多的话，那它的价值有多大？这个东西就变成不是说做出来了就有了就交代了。对，你的引擎的这个声音是不是很大，很容易被探测？那你的这个整个作战能力还有这个潜的速度，还有续航力有多少？我搞了半天，通通都是什么？通通都是机密。不过让大家基本上有一点到现在都不太能够理解的，就是说，你这是一个联合国式的一个潜艇你这个系统是美国的，那个系统是什么？法国又英国又什么西班牙这起码在先前我们听到讯息都这样。那不同国家的产生的武器系统，这个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讲？一个尝试那你这个主政单位应该出来说明一下以让外界很多的质疑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你这任务实在这个讲法，真的让我们觉得我们干脆，那你不要守第一岛链，你去就替捍卫全世界算了，我们花这些钱你就守第一岛链。当然他的意思是说，是要阻止中国大陆的怎么样舰艇到我们的东海岸形成围岛之势。可是除了走巴士海峡，也走了很多宫古海峡，对甚至前一阵子还走了这个日本的这个冲绳本岛旁边的海峡。那你这个潜艇3艘4艘，你要部署到什么地方去防止中国，去协助防守第一岛链呢？日本人会整理潜水艇到它的附近水域去这样到处跑嘛？这都是我觉得这些专业的，像这个黄曙光讲这些话，真的我就觉得很意外了，他会这样讲。好，赖老师。为了政治的目的在操作两岸会不会打仗，这极不负责任，而且有失他们的专业性，而且对一个打仗这么严肃的一件事情儿戏玩弄，然后政治操作，对台湾的民众，对于整个区域的民众极不负责任。这个民进党当局这些人，我个人觉得不以为然，因为不可以这样做。一下子说两岸之间兵凶战危，马上要打了；一下子又说不打了。
然后一下又说2年内看不到要打仗的样子，一下子又说可能今年2年，明年就要打仗了，完全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政治目的跟选举有关的，就不断的在操作。对，我觉得这是很恶质的一个做法啊！不管是吴钊燮、邱国正，或是任何一个民进党的这些人，不断的在玩弄这个两岸的战争，我觉得这个是太不负责任了啊！那现在由于台湾的民众确实已经有焦虑感，有我们所听到的，已经有很多人开始在布局、自产往海外移动。那这样的一些讯息越来越多，我们也看到了台币一直在贬值。那到底跟台湾的这些资本家、企业家或者是中等阶级人开始事实上是不是在把一些钱往外搬，有没有关系？我们不知道。但是问题就在于，在这个时候又说不打仗了，变来变去，我觉得真的是太不专业、太不负责任。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黄曙光，你是海军出身的，在海军待那么久。你怎么可能会对于潜舰战一点概念都没有？这个真是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啊！说了一个大话，说我们现在先打造3艘，然后再过几年再打造4艘，所以总共我们的目标是要打造8艘，然后我们这个8艘就可以封锁住整个中国大陆的出地岛链，这简直是笑话！这人类间最大的笑话莫过于此，我把它称之为讲鬼话。为什么？我们都知道潜舰它最怕的就是被发现。那发现潜舰或是打潜舰战，有空中的反潜能力，甚至水面舰的反潜能力。还有一种就是潜舰对潜舰，真正在作战的时候，潜舰对潜舰才是最致命的。那既然是潜舰对潜舰才是最致命的，你打造完了以后也不过就是8艘。解放军到现在为止，俄罗斯的估计是66艘到75艘之间，美国估计也大概在60、70艘之间。那他们一般目前按照解放军的造舰速度估计，大概在2030年会有99艘。你8艘如何能够封锁住99艘潜舰？一个战区都已经是几十艘了，你用8艘就能够封锁得住，这简直是笑话。更何况你有跟美国、跟日本签了这个战区的划定协定啊，说宫古海峡以北你日本负责，那宫古海峡包括台湾的北部，那南部巴士海峡我台湾负责。你什么时候你跟美国、日本签了这样的一个战区的一个协定？不要说鬼话吧，黄曙光。好，将军要补充。我现在把这个潜舰，两岸的潜舰做个对比哈。第一个，中国大陆的潜舰现在全部用拱推技术，就是用电力驱动，那么它就没有很多的噪音。但是台湾没有这个科技啊，显然你的噪音会比它大。那噪音比它大就容易被侦测，容易被侦测就容易被击毁。尤其中国大陆现在的这个核能潜舰，它速度快，你追它不到，它追你一定追到。这是第二个，就两个性能上比。第三个，中国大陆是面对是美国潜舰的威胁，所以它发展很多反潜的技术，包含反潜机的侦测，还有新的科技叫做微波，海面上看你的微波的反应，它来找你。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用这个传统潜舰，而且是几个国际能够拼凑出来的这个潜舰，要能耽误刚刚赖教授讲的水下潜对潜的一个作战呢，我们显然占不到什么优势。这是我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无论是机动力、攻击力、反侦测力、这个静音力都输。所以这个是我非常担心的一个事情。到时候你变成做出来的只是人家的靶船，那就很悲哀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